anh nó không có tành tổ thì anh nó chín vào với mua anh cha先我就把它先。这地方嘛，以往宰年猪的时间一般在腊月的27、8左右，但是今年比往年要提前了。原因是在公司里面就不搞聚餐了，把猪肉都分给大家拿回家里面吃。在公司里面辛辛苦苦的工作了1年，谁都想坐在一起吃个年夜饭。但是疫情还没有完全的结束，要做到的就是不扎堆，不搞大范围的聚餐，这也是给自己和别人的一份责任。平时杀鸡宰鸭的事情都是家常便饭，但是今天玩这个的确有点压力。300多斤的大黑猪，只能叫上几个兄弟过来一起研究了。我听那农户说，这头黑猪已经养了将近2年了，平时是很调皮的，经常出去偷吃人家的白菜，所以在上路之前，主人还是把它灌到猪笼里面，好好的训它一顿。不过这样的猪肉的确是好吃。接下来开始表演，水温控制在90度左右，先是从猪手开始，在淋烫的过程，水温不宜太高。如果水温过高，猪皮上的毛孔会迅速的收紧，在脱毛的过程就会很费劲。在小的时候看见别人杀猪，那毛总是刮不干净，到后面怎么办？总是用火来把它烧干净，这个就是水温控制的不好造成的原因。看我兄弟这动作也是蛮熟练的，他说前几年在南海的时候也卖过猪肉的。由于每天都早起，而且工作的时间也很长，现在都改行开钩机了。不过看他的手法还是挺流畅的，这些都是体力活。如果是腰不好，是无法胜任的这种工作。这种黑猪的品种在我们当地叫做黑珍珠，也是猪肉中的精品。它的特点是肉嫩、味鲜、肥而不腻。在小的时候能够吃上几块黑珍珠的猪油加捞白米饭，已经算是奢侈品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对这种味道还是念念不忘。如果时间退回到100年，这个我想也成为了朝廷的贡品。还有一个就是养殖的时间不低于18个月。问题来了，这样的猪肉去哪里才能买得到？我只能这样回答，这个是讲缘分的。早在半年前的时候，我们开了6个小时的车去到那个山村，提前预定了下来，今天才得以最好的猪肉来分给我们的员工。将近忙了1个小时，去毛后现在开始分割了。先是把猪板油剥下来，上面的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花肉。如果是做扣肉的话，在猪板油上面的这块是最好的。由于养殖的时间关系，这猪皮都是厚厚的，成菜时的口感非常软糯。将近搞了1个多小时，现在呢，搞点猪杂，炒点瘦肉，先吃个午饭先。走，来回厨房。这些猪红已经是煮熟了，先是把猪肉分好了，一会再吃饭。首先是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，每个人都拿一点猪肉、排骨之类的，把它分均匀了。如果一餐吃不完，放在冰箱里面也好保管。今年的生意虽然不是很景气，但是员工的福利还是不能少。分猪肉大礼包，男的同事还配2条华仔，女同事的同样是有国产名牌化妆品，每人3套。形象第一，微笑服务更有信心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分猪肉来了。